这是泡泡玛特去年年会的照片。当德云社少班主郭麒麟登上舞台时，全场的气氛掀至高潮。然而他接下来说的话却犹如巨石砸向水面，给泡泡玛特的老板王宁听出了一身冷汗。郭麒麟面带笑意，调侃地说道：“特别高兴能够参加咱们境内最大的博彩公司的年会。”这句戳中了全场的笑点，也砸中了王宁的心脏。话还没落地，王宁就上前接过话筒解释：“你这话容易引起歧义啊！我们可是全世界最大的潮玩公司。泡泡玛特的盲盒和博彩确实不是一个东西，不过盲盒的赚钱能力也确实让许多行业望尘莫及。20到30年的毛利率轻松碾压拉斯维加斯赌场的平均毛利率。去年泡泡玛特的股价表现更是逆天，1年时间涨幅350%，很难想象现在如日中天的泡泡玛特在15年前只是一家类似名创优品的小型零售店，很长时间属于入不敷出的状态。困难的时候，账上的资金甚至发不出员工的工资，从亏损1000万到营收100亿，究竟是什么让泡泡玛特从一度被唱衰的潮玩品牌变成如今资本市场的宠儿？2010年，北京中关村不起眼的一个角落里，泡泡玛特正式开业。起初这只是一家卖潮流杂货的玩具店，类似于屈臣氏或者高端版的名创优品。然而这一行的门槛太低，不断有新的竞争对手诞生，抢占市场。很长一段时间里，泡泡玛特都不赚钱，甚至一度出现了资金紧张、拿不出工资的危机。直到2014年年底，泡泡玛特代理的一款日本潮玩玩具 Sony Angel 忽然畅销，才给了泡泡玛特带去了转机。经过一番调研，王宁发现这款潮流玩具契合了消费者的收集心态，因为其盲盒的神秘属性，用户只有买到手拆开才知道是哪一款。为了拿到自己心仪的玩偶，用户自发交换，从而形成了一种特别的社交属性和粉丝文化。王宁意识到盲盒潮玩可能是未来的大趋势。2016年，泡泡玛特发行了魔力星座系盲盒，开卖当天200套预售商品4秒内就被抢光，其在二手市场的价格也翻了好几倍。泡泡玛特的潮玩帝国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拉开了序幕。其商业模式可以概括为盲盒经济加 IP 驱动加全渠道生态，有点像乐高和迪士尼的结合体。迪士尼是基于 IP 的公司，泡泡玛特也是如此，它创造了 IP， 然后基于 IP 做变现。问题来了，泡泡玛特的潮玩知名度比不上米老鼠或者是马里奥，为什么还有大把的顾客愿意为其买单？业内一个普遍的共识是，最好选择自带故事的超级 IP， 像迪士尼、哈利波特都是先有故事再做衍生和周边，消费者出于收藏也出于情怀也愿意买单。而泡泡玛特另辟蹊径，他挖掘了一批有才华但是知名度不高的小众企业家，收购他们的 IP 再进行产品化，就像乐高一样，即产品设计、开发、渠道为一体，用产品的艺术性、观赏性和设计吸引消费者。拉布布是开朗的精灵，调皮可爱；茉莉是才华横溢的小画家；鬼马傲娇，小野则与孤独敏感对话。多种不同的形象以引发用户的情感共鸣，生产出来的产品就放到泡泡玛特自己的门店、自动售卖机和电商等渠道进行销售。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IP 不是一门好做的生意，它本质上是一种情绪消费品，而情绪又是最不稳定的东西。迪士尼是依赖一部部动画片和乐园实体盈利，那么缺少这2个要素的泡泡玛特如何持续制造爆款 IP 呢？答案是平台化。王宁表示，我们有开发产品的工业能力、渠道能力和市场能力，一些 IP 突然间火了，我们就可以马上去跟这个 IP 合作。平台化会帮你获得和这个世界最流行的 IP 合作的机会。泡泡玛特一直在全世界寻找有潜力的新锐艺术家，将他们的设计做成产品，版权归自己，艺术家从中拿分成。在平台上旧 IP 持续运营，时不时推出新款式，延长生命周期，新 IP 暴力输出，抢占市场，在消费者面前刷脸来维持整个平台的热度。截止到2024年，泡泡玛特共计拥有12个自有 IP， 合作了25家独家 IP 和56个非独家 IP。达成泡泡玛特100亿营收的成就有另外一个原因是海外市场对它的认可。去年泡泡玛特海外营收达50.7亿，占到总营收的40%。和其他企业家的出海模式不同，它甚至轻重缓急，总部先派到小分队到新的国家支援开店。第一家店倾注大量心血，从选址到运营，手把手教会当地团队。第2家稍减，最终全部交给当地团队，像攻略游戏一样经营开荒，本土扩张。泡泡玛特还给海外市场排了优先级，近的市场优先，熟的文化先行，距离较近、文化相似的东南亚就是其出海的桥头堡。回头看泡泡玛特的商业之路，洞察的不只是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则，还有人性最深层的需求。当世界变化不断，手中的小手办或许能够给我们一丝温暖的慰藉。